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啊，刚刚用无人机航拍，发现了这边有一户人家住在悬崖峭壁之上，别提那个环境啊，真的是太漂亮了。所以我从这个山这里走过来，准备过去探访一下。他这边呢，可能是一独户人家居住，所以呢，并没有通公路啊。但是这个进户路呢是通过来的，这个进户路呢也是用这个水泥给硬化过啊，所以走起来呢也不带泥巴的，非常不错。你们很难想象吧？我的这个前方这一面全部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这一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里啊。他这个地方呢，从公路的地方下来很快啊，几分钟就可以到他家里。然后这里我们看到有好多的这个土墙，这个呢或许就是祖辈100-200年前住的那种房子，就是土墙。看看，我们走到这儿其实看着还挺平坦，但是我们从空中看的话，其实还觉得蛮危险的，是吧？因为这个视角拉大了之后啊，前方几十米的地方就是这个悬崖峭壁。看一下家里面堆了好多的这个木材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我这个在这里说话呢，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人，是不是出去了？等于说大家看这个位置啊，它是一个椅子形状的地方，看到没有？这一户人家就相当于端坐在这个椅子上，环境非常的漂亮啊。而且你在外面你是不通过无人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发现这个地方的。这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还都是这个土墙，对吧？可能土墙的房子住的比较凉爽啊。这边堆了很多的木料。我们从这边进入正门来看一下啊。哇，这个房子真是古老啊，最少是超过100多年的。这边这些是茅草栏吗？哇，石头房子，朋友们。这个正儿八经特别原始的石头房子啊，而这个没有用任何的水泥，全部是用那个泥巴加上石头来修的这个房子。哇，真的很古老啊！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到了。这边堆了好多这个木材，然后这儿这种是什么？这个是风筒吧？他们这个石头房子竟然还有2层，对吧？还有2层。这有一个小磨，主人家不在吗？是不是主人家也出去了？哇，古石头房太漂亮了，这个簸箕都这么多个，大套小，小套大，就像这个俄罗斯套娃一样，这里堆了一叠。这个土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啊？它是两边用板子夹起来，然后中间把这个土放进去，然后用那个棒头是吧，来一锤一锤的夯成这样子的。所以这种土墙其实它挺结实的，主要是住在里面呢是冬暖夏凉啊。主人家，有人在家没有？我天哪，又是没有人在家，不知道人到哪去了。这边这个是大磨啊，这个大磨它是磨粗粮的。你看地上很多的这个玉米籽儿，这都是磨粗粮的。它这个房子啊，就像是坐在一把椅子上，我们从空中看去好像比较险峻，但是当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发现非常的平坦哈，非常的安全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就像我们讲的那种世外桃源一般哦。看一下，春天来了哈，梅花也开了，然后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大山上，这个环境别提有多美。等到夏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土里面的绿色的植物都长出来了，那这个地方会更加的漂亮哈。如果说给你一片这么漂亮的地方，让你到这里来居住，你愿意吗？在评论区告诉我。太神奇了，朋友们！
在贵州铜仁印江县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一栋房子建在了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非常的壮观。这是山下村庄几位在烤火的老人家。我们从老人家他们的口中得知啊，这个房子已经建了400-500年，他们也不清楚这个房子是怎么建上去的。那么在400-500年前，是什么样的人把房子建在这样的崖壁之上？这些材料又是怎么样运上去的呢？都是一个谜团。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座山的半山腰啊，那个房子呢就在那个位置啊。爬到这个山顶啊，从山脚下上来，应该是20来分钟，差不多。当然，20来分钟是我们走路比较厉害的，走得慢的可能还要稍微时间长一点啊。现在我已经到这座房子下方的这个崖角了，看一下，非常的险峻啊。从这里步行上去，当然这里也是唯一上去的一个路。走到这里之后，风景好漂亮啊，那里有好几个石锥山哦。然后我们现在就要从这里步行上去啊，感觉就是爬那种85度的坡。从这个山梁上来，后方就是悬崖峭壁，我的左右啊都是差不多万丈深渊，所以要特别小心啊。说实话，这个恐高的人啊，还真的不敢上来，因为你上来这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四周啊都是空落落的那种感觉。这里旋转过来就到了这个房子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位置，大概只有20个平方左右，就在这一座岩峰的峰顶啊，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特别是看一下这边，哇，特别的高。但是站在这里真的是一览众山小，风光无限，俯瞰红尘，俯瞰苍生的这种感觉。这个地方真是太险峻太壮观了。这个房子就是建在这个10-20平米的这个峰顶，那它建的是2层，这个因为是一个寺院，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拍摄内部了啊。在400-500年前啊，到底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把这个房子建在这里呢？它有可能一开始或许不是一个寺庙，也说不清楚啊，也有可能一开始是住人啊或者干嘛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啊，他们经常会这个异想天开的一些想法，在一些悬崖峭壁之上啊，这个很高的这种山峰上啊等等啊，就建筑这么一些建筑。那么古代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把房子修在这样的峰顶？他们的材料又如何运上来的？距今为止呢，已经有400-500年了，咱们也是不得而知啊。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生出这么一座山峰，又不得不感叹古人的这种巧夺天工啊，简直是令人惊掉下巴的这种做法，非常的震撼。这样特别奇特的建筑啊，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那真的是非常的牛。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赤水的深山里，在我身后这个山上啊，有一个水帘洞，这个洞中呢住着2位70岁的老人家，哇，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漂亮。走，大家跟我一起上去探访一下。要上到这个水帘洞呢，要穿过这一片竹林啊，这些石梯呢也是他们一步一步的安上去的啊。当时安装这个石梯的时候也是挺费劲的吧？你们看这个步梯吧，这么陡峭，这种环境是不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有竹林，就是这个楼梯真的是难爬呀，朋友们。这个地方呢，我是第2次来了，但是我要跟你们说，不管第几次来啊，这个地方都会给你非常新鲜的这种感觉，因为真的是太漂亮了。现在咱们已经到了这个水帘洞的位置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还是非常宽大的哦，看到没有？这里就是从上面流下来的水帘，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之为水帘洞啊。这边它放了很多的竹竿啊，可能是冬天烧火呀什么的用的。大家可以看这里还喂了过年要杀的肥猪啊。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比较低矮一点吧，大概是2米多。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从这里步行过来啊，它这个地方外面是没有这个栏杆的，感觉还是有点危险的。然后这外面的话有2、3米高，但是这里的话，我可能就要扛着啊，这样才能走得过去。因为这个地方呢，只有大概1.6米7的这么一个距离。这边呢，就是他们居住的房子，当然这边呢是有栏杆的哈，居住的地方是有栏杆的，只是这个过来这个通道呢，这个边上没有做栏杆。这个叔叔阿姨是非常的勤劳的啊，洞穴里面堆了很多的木材啊，烧火煮猪食用的。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漂亮。你们的腊肉我今天上回来，这里还有腊肉了。吃完了哈。哦，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水帘洞人家啊，在叔叔们家这里吃饭，现在正在炒菜。这边就是他们家的厨房，给大家看一下。大家不是说会不会压抑？不会的啊，这地方以前吊的是腊肉。这里是内檐，那外檐的高度有3、4米啊，所以说很大的空间啊，不存在压抑的问题。这个外面呢就是水帘洞，有人不知道住在这里什么感觉啊？住在这里一出门的话就是水帘，是吧？很舒服的地方。这个厨房也特别宽大。要吃饭了已经。我啊，我不喝酒，不喝酒。你要喝酒啊？一天3顿都要吃。今天跑到这来吃饭来了。人家吃好嘞，没吃完，那就吃完了哈。你待会儿跟我一路下去，我拿瓶酒给你啊。我有酒啊。哎，你不吃要有酒。有酒。我叔叔讲的意思，过了年之后，等天气好了，我在这里做给国宝爷。让你不能安生。喊几个人也入来，做他个国宝爷，然后在那搭帐篷。啊。你不能安生是真的。你们4弟兄啊，他们几个在拿这儿搬这个了啊？搬这个好久了啊？有些10几年，有10年。这好久也有20年了。都20年了哈。我们都搬来这边河坝头，那些按修公路他们占着了，我们在这边亏10年。他修公路，那个修公路把房子占了，赔你们好钱嘛？赔到赔满，赔都造一了就口。赔了又该买房子了哈。他们在这边给拿就口。哦。但土地的话有40几万。土地哈，房子哈，40几万。正好买房子，买了他都还可以剩点哈。不要等他们落水。我剩点多，剩点足够了。最起码对于你们2个来说嘛，现在没得负担的了噻，是不是嘛？我们没负担的，那天就让在这里休闲的在这里耍就行了。没得住点住不得算。我跟这个叔叔阿姨商量了一下哈，过了年到这个天气好了之后，然后我准备叫个3、5好友的，在这个地方来隐居个个把月。有没有朋友想跟我一起的？报名哦，到时候我们在这里搭个帐篷，对吧？然后跟他们在这里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水帘洞中生活怎么样？
有很多朋友比较好奇，说这个地方居住合不合法？我告诉你们吧，人家已经住了5代人啊，100多年的时间，你们说呢？对吧？而且这个叔叔呢，他们是4兄弟，相当于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这里面是有4兄弟的，然后后来陆陆续续的全部搬走了，然后其他的3兄弟呢是分布在这个周边，然后他们呢其实也是住在河边去了，但是后来修公路的时候呢，就把他们的房屋给占了，所以说呢，他们又回到这个山洞居住，然后小的呢就去赤水买房子住在赤水里面了。居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感觉那种仙境一般，能够欣赏到前面的这种非常漂亮的山水，下方呢就是赤水河，最重要的是这个门前呢就有一挂水帘瀑布流下来，栩栩如生，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美妙哈。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这个水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可能有10来米宽的这个位置都是一个水帘流下来，非常的美。这是叔叔家喂的一个小狗啊，我感觉我来这里一会儿都跟它比较熟了。这个叔叔家养了现在有4、5只猫，都类似于野猫一样的，是那种狸花猫啊，非常漂亮非常聪明的那种。你们有喜欢养猫的，到时候我可以帮你们带一只啊。我跟大家讲，那边的话就是叔叔阿姨住的地方，这一间的话就是厨房，然后他这边有一间房子，有2间房子啊，里面呢是有2张床。我的意思呢，到时候我来隐居就住这里啊，正好这里的话可以看到门前的这个水帘，就是洞门口的这个水帘。假如说有人想跟我一起来隐居在这个水帘洞的，大家可以报名啊，到时候跟我一起到这里来隐居。等今年过完年之后，明年夏天的时候怎么样？今天不在这里待太久了啊，在叔叔家把饭也吃了，然后我让他跟我一起到下面去，我车子里面装有天麻嘛，给他一点天麻，然后他们到时候拿来杀猪的时候炖猪肉吃。这酒拿一瓶给你，这个酒一直好酒哎，再给你搞点天麻。走车子。哦。在哪里？好了。再拿几个，再拿几个。好了，没事，再拿2个。这个好短的。我带起有用，带起有用的。现在那你慢慢的去啊，我就回去了，过2年再来，你再说。那你慢点喽。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南湘西的深山里，这是一个100年未干的水库，干枯了。看到地上没有？全部是这种裂缝哈。去年天气真的是太干旱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库底哈，能不能找到什么神秘的东西吧？我们在这个干枯的水库底这里发现一整片的这个石墙，看去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一个村庄啊。这个水库100年干枯之后呢，正好把它裸露出来。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一条小道可能是村庄里面的一个巷道，唏嘘的还能看到这种印记啊。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些院墙。但是现在仿佛是只能看到这种
石墙了啊，不能再看到其他任何的东西。这边有一些碎石头，然后这里的话，应该这里是一户人家，然后这里呢是他的院坝。看到没有？这里还有一个对窝一样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对窝，来看一下，对吧？这个是个对窝，那个也是一个对窝，真的是一个远古时代的一个村庄，很震撼啊！百年水库干枯啊，惊现远古时代村庄。大家来详细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哈，真是依山傍水，非常漂亮，错落有致的这个房子建筑在这里。那么目前我们确实是只能看到这个石头的院墙，看到一些石质的对窝，对吧？其他的呢，基本上没有多少的一个痕迹。这个村庄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有几百年的历史。那么住在这里，守着这么一片肥沃的土地啊，当然现在已经是水库了，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水库满水的一个状态的痕迹啊。水库满水的话，这个整个村庄是会被淹没在这里面的。那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通道吧，因为它这个地方呢要稍微的窄一点。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里这一片啊，全部都是一格一格的隔开的这种石墙啊，它就是人居住的地方吧。我们昨天发布过一个视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我们在上面探访了一个无人村呢。我们去那个无人村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个大叔在那里，他就了解这个事情啊。下面那个村庄呢，就下面那个水库里面不是有个村庄吗？啊，对，就是搬在这里了嘛。就是那几户搬到这里。那还有的搬到那个水库下面，还有的搬到这里来。那水库里面露出来那有几户？那有几家人？对，总共16家、17家，我以前。16、17家。那10几家人在那里居住了多少年了？那9位，那很久。那应该是几百年了。哎，那很久。那边那个无人村的前身呢，就是这里这个村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来推断的话，这个地方这个村庄呢，应该是到现在为止超过200年的历史了。哇，要不是这个百年难遇的干旱让这个水库见底啊，我们还看不到这样的场面，真的是了不起啊！这么大一个村庄，据说最古老的时候这个地方居住大概是16、17户人。这个地方比较奇特啊，这个在房屋这个位置啊，还有一圈的石头。我的天，我怎么突然想到了，这有可能是一座坟墓呢？如果不是坟墓的话，什么东西会砌一个圆弧形的石墙呢？所以我猜测这个圆形有可能就是以前的一座坟墓啊。这里感觉就是以前的一个粪坑，对吧？能够清晰可见的这种线条。这边这个院落呢也比较大啊，这个院落还有包括那边挨着那个墙的也是。这里反正总的是17户人家哈。如果说不是百年一遇的这种干旱呢，我们是不可能见到这个库底的这个村庄的。我觉得能够看到这样的奇景啊，非常的震撼。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南湘西，我身后这里就是特别有名的天文台。这个天文台的位置还是相当震撼的，它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耸起来一座小山，然后整个四周呢都是悬崖峭壁，那边就是德夯大峡谷。这个下面跟我所站的位置的这个海拔落差应该是在200多，接近300米啊。那么非常漂亮啊！这个崖壁上面，从这里过去呢，就是那个极斗苗寨。这个地方呢，被称作天文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站在这个边上的话，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它这里整个边上是没有任何的护栏，相当于中间这个位置隆起这个位置的四周呢，都是这个悬崖峭壁，所以
如果说你有点恐高的话，在这个上面呢要特别小心。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家庭村哦，看一下就是身后这个村庄。特别神奇的是，我们今天刚到这里呢，就下起了这个小雪，好神奇啊！这个家庭村啊，也是湖南吉首最后一个通公路的村庄。在2002年之前呀，这个地方几乎是与世隔绝。村里面的孩子要出去上学的话，要走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且是要攀爬崖壁，非常的艰难。那么到2002年的时候呢，全村人呢就突发了一个想法，一定要将这个公路呢修进村。但是家庭村呢，它是居住在悬崖峭壁之上的，修这个公路谈何容易啊！全村人就开会决定，大家投钱、投力、投工，对吧？从2002年的2月呢，他们就开始修建这条公路，一修呢就修了9年半的时间。这9年半的时间呢，总共投入了5万多的劳动力。朋友们，5万多的劳动力是什么概念？就算是100块钱一天，它都是500多万。硬是用这个钢钎啊、二锤啊，慢慢的在崖壁上呢，一点一点的凿出了这一条公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挂壁公路，是不是就从崖壁上过一下就行了？但是家庭村修建的这条挂壁公路，它可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他们是住在悬崖之上的。而这条挂壁公路在这个悬崖上，它是要折返几个弯的。这种公路，我相信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它也是第一条。那么也因为家庭村的村民呢，齐心协力，一定要将这个公路修到村里面。那花了9年半的时间之后呢，就被一些媒体去报道，上级政府呢就知道了这个事情，所以说后来呢就派这个工程队呢来接管了这一项工程，继续的修建这一条沿着崖壁进村的公路，总共耗时11年的时间，投入的人力物力应该是超过2000万的。所以说居住在大山里真的非常不容易啊。这一项壮举呢，也是村民的齐心协力，加上上级政府的支持呢，共同去完成的。村民们有了出山的这条财路呢，也把周围的这些田土啊，包括山呢，也全部用起来了。再通过了这几年的发展呢，现在村民的生活也是过得非常的富足哈。我们也要为家庭村的这种团结奋斗、愚公移山的精神点个赞，真是了不起。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湖南。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湖南湘西。我身后这座大桥就厉害了，它是湖南最贵的桥，也是全世界最牛的吊桥。除了中国之外，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在5年之内建成这样的超级大桥。它就是克服了5大世界级施工难题，创下了4项世界第一的湘西矮寨大桥。桥的主跨度是1176米，桥面宽度24.5米，桥面至水面的高度355米，相当于110层楼的高度。大桥于2007年10月开工，2012年3月竣工通车，花了5年时间才修建好，总造价高达15亿，比世界第一高桥的北盘江大桥还要贵。大桥分为上下2层，上层通车，下层可以供成百上千的人行走。走，我们现在一起到桥上去看一看。从这个地方呢，坐电梯下去啊，哇，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矮寨大桥。
犹如这个在云端的一座大桥啊，看到没有？云雾缭绕。那么下来它是要坐这样的电梯，是要坐2级电梯啊。我估计那个地方还有这个上下的这个电梯坐下去，因为这个高差还是有点大的。现在我已经在这个大桥上来了，从这里可能还要坐电梯才能到下面。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大桥，是不是非常的雄伟壮观？这已经在电梯里面了，坐这个圆环的电梯，我们就可以降下去，然后再到这个桥的下层啊，步行在桥上，感受一下特别震撼的这种场面啊！哇，这个要下降这么高的吗？咦，这下降下来都是100多米吧，我感觉。这个矮寨大桥呢，它这边呢直接就是从隧洞里面钻出来的，那么然后呢就一直延伸到那边，中间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柱子。当我们隔很远的时候看这些钢铁啊，感觉好像比较小。我们走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所有的钢铁角铁都是非常粗壮啊，非常结实的。桥的左下方这边呢，就是矮寨镇。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下去，是不是显得视野非常的开阔？对面的山峰也是云雾缭绕。穿梭在这个桥下呀，你才能够真正去感受到中国基建的魅力啊，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如果是在这种下雨天气啊，就像今天这样，瞬息万变的这种天气，它会让这个云雾啊，一会儿在桥下，一会儿又在桥上，给我们这种桥在云端，云在桥下的这种感觉哈，非常非常的震撼。我不知道大家敢不敢来走这个玻璃啊？桥上它也建有一个通透的玻璃，可以直接看到下方的这个矮寨公路，还可以看到下面的车辆在行驶。这个真的是令人惊叹不已。我们把镜头移过来，这边会看到那边的悬崖峭壁，那3个山峰好像是被称作姊妹峰，是吧？对面这些峡谷，成片的峡谷就是德夯的大峡谷，相当的壮美啊！整个这个桥上的行程呢，来回大概是2000多米。这个步道上呢，它也铺了塑胶，踩在这个上面啊，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上面行驶的这个汽车呀，它的震动会被完全的传递到下方的这些钢铁丛林中。刚刚进入的时候呢，会有些意外和惶恐，适应了一会儿就好了。这条时光隧道对人是很友好的，可以看到一路的风光，可以看到有车辆在蜿蜒的矮寨公路上行驶。如果说没有上面的大桥啊，下面将是一片拥堵。矮寨大桥在刚竣工的时候就已经名扬天下，一下子创造出了4个世界之最。一是世界横跨峡谷最长的悬索桥，二是世界最先采用塔梁完全分离结构设计方案的大桥，三是世界最先采用轨索滑移法架设的钢横梁大桥，四是世界最先采用岩锚吊索结构并采用碳纤维作为预应力晶材的大桥。据说在旅游旺季啊，每天到这里来旅游参观的人数都过万。我在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到这里来玩耍呢？一部分人可能是想在这里来玩高空项目，另一部分人可能是喜欢到这里来看云上多彩的峡谷。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带着孩子来看一看这个钢铁巨龙，对吧？来感受一下中国这个震撼人心的基建。
就像你带着孩子去看《流浪地球2》一样，或许能在孩子心中种下一颗未来的种子，他的目光会是浩瀚的星辰。大家好，我在湘西花垣县到保定县的这个国道上啊，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而且前方三面都是崖壁啊。我目测呢，这个岛上啊，好像有人居住啊。我们这个把无人机飞上去看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小岛啊，非常的漂亮。前面呢，三面都是崖壁。后面就是山，对吧？它这个山呢还不是很高，所以说看起来呢非常的匀称，很漂亮。我们把无人机飞上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上面呢有一个三合院的房子，整个小岛上呢是非常平的。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三合院的房子是非常大的，好像不怎么有人居住啊，看去比较陈旧。我们注意看这个院子中间呢，有一些鸡跑来跑去的，我估计呢是有人在这里养鸡的。大家再注意详细的看一下哈，这个整个小岛上呢比较平，然后这个三合院房子的边上有很多这个横竖规则的这种石墙啊，包括左边右边都有，包括这个三合院的前方也有。这些石墙它有什么作用？是哪个年代建的？看起来确实比较奇特，有点像那种什么图形一样的。难道它这个是有一个藏宝图，或者说修的一个什么迷宫，对吧？因为在古代这个冷兵器时代呢，说实话，这个人们住在山里啊，这个安全还是有隐患的，不管是防匪啊，或者说防野兽啊，它都要有一些方法。那么这些横七竖八的这些石墙，难道是当初修建的这个迷宫为了防匪，或者说为了防兽，又或者说有其他的用途呢？咱们是不得而知，看起来反正是挺有神秘感的，对吧？我感觉这个主人家呀，以前肯定是大户人家，是那种地主啊、当地的土豪啊之类的，要不然他不会修这么多的石墙来做这个防御，对不对？三面环水，三面崖壁，一面靠山，所以说非常的安全哈。因为你从哪儿呢，你都去不了啊。当然现在的话是比较容易，可以坐船就过去了。如果说是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呢，你想要坐船去爬上崖壁呢，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所以说，整个这个三合院给我的感觉呢是非常之神秘的。那么大家猜测啊，这个三合院以前它是干什么的？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样的地方？而现在又为什么会荒废呢？特别可惜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湖南湘西的极斗苗寨。这个苗寨是建在悬崖之上的。我身后这里呢，就是德夯大峡谷。极斗苗寨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崖壁上的村寨啊，也可以说它是云端上的苗寨。因为在下雨的天气啊，就像今天这种云雾缭绕的这种天气的时候呢，那么整个寨子呢，就给我们感觉它是建在云端的感觉啊，非常之漂亮。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地方的石头啊，它全是一块一块的，每家每户的这个石坎呢，也都是层层累积上去的。吃饭了没有，老人家？你吃饭了没有？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嗯，我说话你听得懂吗？哦，听不懂啊？听不懂。听不懂？嗯哦，你们我说的这个话你们都听不懂？嗯嗯。哦，我还说让这个老人家跟我说一说他们这个寨子呢，但是他说听不懂我说的话。
我在湘西发现了一个可以一脚踏3省的古镇，据说这里的消费是全国最便宜的古镇。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说的不是凤凰，而是茶洞，而边城中翠翠和罗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年翠翠和她的爷爷呢，就是居住在这间房子里面，上面有一个白塔呀，现在被称为这个翠翠塔。我们到这个房间这里来看一下啊。这个房子呢，就是翠翠和她的爷爷曾经居住的地方。这里挂有一个蓑衣斗笠，是不是翠翠的爷爷当年也带过啊？就是这个房子。那么翠翠和罗宋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里。上边呢就是白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白塔，也是茶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啊。它与茶洞呢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啊，同时呢也承载了这里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塔，它是6边形的一个建筑啊。那么每一边呢都有一道门，而这个门呢它是全部封住的，那也表示着呢过去啊人们的这个思想比较进步，所以说呢才发生了像这个翠翠和罗宋啊，包括他父亲和母亲的这些悲惨的一些故事。我现在站的位置是湖南的茶洞，对面呢就是重庆的红安酒店。这边都是在这里排队的，等着那个拉拉猪过来，然后呢一块儿坐船过去啊，2块钱一个人。从这个地方过去呢，就是3不管。什么叫3不管？就他们3个省都不管的地方，走到那儿你就自由了。你们看啊，这个3不管岛啊，它就是2个河流把它夹在中间，就一个小岛屿。那哪个省管起来也不方便，可能是大家是不是以前争来争去的，谁也争不过谁，那就搞得谁都不管了，是不是这样的？来到边城古镇啊，这个地方你是必须要来打卡的。这儿呢被誉为一脚踏3省。那么你要问我现在在哪里呢？我自己也不好说啊。这个时候呢，我是在贵州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问我呢，我又在湖南来了。假如再过1秒钟你问我呢，我已经又到重庆来了。这几秒钟的时间啊，我是逛了3个省。这样的旅游方式是不是非常的省钱？1毛钱都不花就游了3个省。现在咱们吃的就是一锅煮3省的这个角角鱼啊。为何叫一锅煮3省呢？因为这个鱼啊，它是喝3个省的水长大的。它喝不喝3个省的水我不知道啊，我先吃一下好不好吃。当然味道吃起来相当不错。如果你喜欢旅居的生活的话，我建议来边城啊多住几天，因为这个地方的物价真的是非常便宜啊，1块钱可以买5个洋芋粑粑，在这里你可以吃到一锅煮3省的角角鱼啊，所以说有很多非常有趣特别的事情。这个地方为什么物价便宜呢？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3省交界，大家呢都有一个竞争吧。有时候这个湖南的呀，他就跑到这个重庆去买肉啊、买菜啊这些。那么也有其他的物价呢，可能是湖南这边更便宜，而重庆那边呢稍微贵一点。这也就是相互之间有一个竞争的结果。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多的物价都是非常便宜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长期居住几天的话，你就会感受得到哈。如果你喜欢这种悠闲自得的旅居生活呀，边城茶洞你一定要来，并且要在这里多住几日。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州铜仁的沿河县，今天呢要带大家到这个重庆酉阳的深山去探访几户与世隔绝的人家，但是那个地方呢要坐公交船才能到达。走，现在我们就去赶公交船。这里呢就是沿河县的东风码头啊，我们待会儿呢就这里坐公交船呢，就到我们想去的地方。调，哎呦，快点调了，你好，走，拜拜啊，谢谢哦。这个地方下船好麻烦的，在这个咔咔里面，他们这个
船已经就往下游开去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下的船，然后从这里继续上山啊，走这样的小道哈，我们就上崖壁去探访那几户人家。这个地方很漂亮啊，来看一下，我们坐的船已经开到那里去了。现在要从这个竹林里面先爬上崖壁去。这个是爬得上去也得爬，哎，爬不上去也得爬。这怎么像十面埋伏一样的？哇，从那边那个地方直上，就被崖壁给拦住了，几边都是崖壁。然后我又顺到这个江边，这里有一条过路过来，应该这里就是可以上去的。我天哪，这几户人家居住的位置真的是惊险刺激啊！下方全部是崖壁给围住的。我感觉这个路不是他们人走的，这个路是山上的野兽走的。但是，哎呦，我去，差点摔一跟头。但是从这里上去可以和他们走的那条路。等一下下来就轻松一点了，你走后面慢一点啊。我们现在也不能往回走了，肯定要走那边那条路啊。那边有一条，慢一点。这主要是有时间限制，没时间限制的话都无所谓哈。这感觉爬来爬去也好像没啥路啊。在那边打转了1个小时，依然是没找到路。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是顺江过来，然后在这里才看到了能够上到他们那几户人家的路，从这里上去。因为刚刚我们在那边呢是在崖角那个崖壁角的，那我们从那里一直就上不去，然后走到这个边上来呢，这里又是一个半崖，也就是它这个路呢是从这里上去之后呢，从2个悬崖中间的一个巷道这样进去的。我的天，今天看来非常遗憾，有可能又上不去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虽然这一次咱们可能遗憾到不了，那么在这个有机会下一次来的时候呢，咱们能够精准的定位啊！你看，为了去探访这几户人家，我的天，2天了，还是没找到，还是没有到，不是没找到，哎，太可惜了！我勒个天爷，这笔直的爬坡，谁都是受得了啊！哎呀！我爬到这里，我也不想上去了。这里爬上去还要最少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崖上，然后我们的船12点钟就要来，我都不敢爬了。我就算上到顶上的话，根本就没法拍，然后就要直接马上就要下来才能赶得上船。不行，不去了。我用这个无人机跟大家呈现一下，然后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来这里呢，就不会再错了。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个航拍的镜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下船的位置呢又在这里。那么我们在这个崖壁上啊、崖壁下呀这些林子里面穿了半天，穿到崖壁角依然上不去，然后我们又顺着这个崖壁呢到这边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就已经是有一个路影往上走了。所以我们今天又错过了。走到这里呢，我们才发现了上去的唯一通道。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时间已经浪费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办法再上去下来了，所以只能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道，我们从这边爬上去之后呢，就会到达一个悬崖的中间，在这个位置呢再穿插过去，然后呢到达这个山梁上。对吧？然后呢，就有路可以上到上面几户人家了。但是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如果要第2天的话，我们上去可能也没地方住，所以说，只能遗憾的跟大家说，
今天没有办法实地去看一看，可能是这个缘分未到，对吧？有机会的时候呢，咱们下次再来这里探访一下。他们的后山呢是这种起伏的高山崖壁，是没有办法穿过去的。那么下方呢，整个一圈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说他们要出山呢，只能是什么呢？从这个崖壁这条小道下到江边呢，然后坐船呢才能出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边呢，总的是4个房子，也就是4户人家。但是这4户人家呢，应该是都在家里面。看到没有？这一片的这个土地呢，全部都在耕种，而且人家已经把土地翻犁出来了。这边呢，正在用耕牛呢进行第2次的翻土，马上就要种庄稼了。哇，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这种与世隔绝的这种感觉啊，没有外面的那种各种各样的纷争，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悠闲自得的生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这样的生活。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是不辞劳苦的，走个3、4个小时我都愿意去。但是今天确实是因为这个船的时间限制，没有办法在这里过多的停留，也没有时间再上崖去。好了，朋友们，今天呢略显遗憾的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咱们这个等缘分到了之后，再到这里来探访。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沿河县啊。昨天晚上呢，我们就是住宿在沿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乘坐这个船呢，然后经过乌江三峡，去到我那几户人家的山脚下，然后步行呢，才能到他们那里去探访。看一下咱们的大美沿河啊，真的是非常漂亮，云雾缭绕，对不对？青山绿水，这个峡谷之内一路风光无限好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下船，这个船呢继续往下游走。这个地方风光无限哈，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就要沿着这个崖壁爬上去到那几户人家的位置。这边以前还修有一个亭子。哇，现在咱们要从这里攀爬悬崖峭壁，怎么感觉已经没有人居住了？这个上面，这个楼梯都是杂草丛生啊！我天哪，怎么像走无人村一样的感觉？我们本来是去探访悬崖上那几户还有人居住的人家，结果我们坐船来的时候地方给下错了，妈呀，走到这个大森林里边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今天绝对是走错了，还得在这边耽误1天，然后明天再来一遍。这个地方环境好好啊，对面就是悬崖峭壁，咱们现在走的地方也算是有点点带这个悬崖峭壁的。我就佩服这里面居住的人啊，他们的祖辈祖先，他为什么会想到在这种峡谷里面来居住呢？走哪里都走不出去。他这个地方的话，随便走哪里的话都是很难走出去的呀。哎呀，到这个峡谷底部了，这里的环境好好啊，朋友们看看，上面都是高山崖壁，那种石头山很漂亮，云雾缭绕的。咦，这个地方不是有个房子吗？这里过去看一下。这个河谷这么深，竟然现在没有水，可见这个去年的这个天干到什么程度啊？你看，像这种地方，如果说涨洪水的话，它两边的水会有老高了。但你看现在竟然是干的，哇！这个地方环境才是幽静啊！我的天哪，后山全部是崖壁，一个很深的峡谷进去，这里面，好像是还有好多房子，但是已经是这个无人村了。这个房子修的位置，大家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很漂亮？环境特别好。然后它这个房子的后面全是很高的这个悬崖峭壁啊，这一栋房子它正好就是修建在这个崖壁的底端。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的环境啊，这里面是很深的一道峡谷，然后这边也是高山，
它的这个对面也是高山，看到没有？这里有一座石山，然后这里就是像开的一个天门一样，很美啊。这里一座山，这个下边呢是乌江啊。从乌江走进来，我们刚刚大概是走了，到现在为止大概是走了40多分钟，然后就走进来，看到这个悬崖下边这栋房子。我们走下面去稍微的看一下哈，这地方太漂亮了，感觉这一户人家都是大户人家呀。他还做了这个吊脚楼厢房，然后下面的话有这么高的这个石柱给它撑起来的。这个下方的话，可能是以前养一点牛啊什么的，养牛的这种。这个石坎呢砌了这么高，我感觉以前的人真是有闲工夫吧。他这边这几间的话，他是养猪养牛的，好像有4、5间的这个猪牛圈。然后人呢，他是住在这里的。他这个房子建的非常之奇特啊，它是横着建的，它不是靠山而建，它是这样竖过来建的。那么人是住在这边这个房子里面，它这儿有一个吊脚楼啊。如果说咱们空余时间，可能就在这个吊脚楼这里搭一个台子，然后在这里品茶，是不是特别享受的一种生活？看到这个山峦叠翠啊，云雾缭绕的这种如人间仙境一般的这种环境，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亲近一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房屋这里啊，还有放鞭炮的这个痕迹啊，这个鞭炮感觉可能就是最近1年还是说今年放的，或许是主人回来在这个地方热闹一下啊。然后这是正山间的一个房子，但是它这个房子修建呢，它不是这样顺山建的，而是这样侧着建的。这边是大门，对吧？3间房建在这里，然后外面呢还有一个吊脚楼。下边可能我猜测以前可能是喂牛的，然后这个上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茶亭，对不对？闲暇之余在这个地方啊，可以泡点茶，是不是特别幽静？主要是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真的是特别适合清秀的好地方。我们这个房屋的后山都是连绵不绝的这种高山，还有崖壁，对吧？然后前方呢是一个大峡谷啊，从这里一直走出去。就是刚才我们来的地方，大概是走40分钟左右就到这里，那么就可以到乌江，然后就可以坐船到别的地方去。然后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侧面，这边像开的一道山门一样，是不是非常漂亮？上面像一个石头人，很美。然后它的房子的正前方呢，这里有一大片的平地，再进去呢就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里面也是没有人居住的，相当于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无人村，基本上是没有人踏足。因为你步行都来不了这个地方啊，你必须是通过这个乌江坐船，对吧？到我们坐船坐到我们下船的那个地方呢，才能走路上来。就是通过别的地方，任何地方你都来不了这里，因为左边、右边都是高高的这个崖壁，包括这个峡谷底端的那边呢也是高山这个崖壁，所以说它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地方来，只有通过江边坐船才能到这里。所以大家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像一个世外桃源？这个主人家就不应该走啊，就应该在这里清修，对吧？而且交通，说到交通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走个40分钟就可以坐船的话，我觉得还行。走到这里你都不想离开，特别是喜欢清静的人，这个地方太漂亮了，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啊，建房子的这个一圈啊，全部是这个高的石坎。那为什么要做这个石坎呢？因为他独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大山里呢，有很多的这个野兽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可能会来骚扰，所以呢他建一个坎呢就会更加安全一点。他的房子后方是悬崖峭壁，房子的前面的这个半包围呢又是很高的这个石坎，所以说一般的这种动物呢它就上不去，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你看为什么他不把房子建在这个平缓的地方，而是在这个地方筑了石坎，然后再把房子建在上面，它就是这个道理哈。为了防止山里面的一些野兽啊啥的。今天呢，本来是要探访另外几户人家的，结果咱们坐船坐超过了，所以来到了这个峡谷。那么在这个峡谷呢，也有意外收获啊，发现了这么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而且那个房子呢，我看着还行，真的这个地方我是特别喜欢的。咱们要到这里来呢，必须是通过江上坐船才能到这里。那所以说，它就是一个特别清静、幽静的一个地方。
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扰你，那坐船的人他也不可能到里面来找你。从这个咱们下船的地方来到这个房子的位置，大概就是走40分钟。我跟你们说句内心话哈，如果说等我老了，我真的是希望我有这么一片地方，在这里悠闲的去回顾自己的人生，对不对？然后呢，每天在这里，在这个吊脚楼上喝茶，观景。假如说我们要出去呢，就步行下去，坐船呢也是能够到县城。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马上要赶到江边去，因为呢要等下一班船过来。如果说我们错过了12点多的那班船，我们就要露宿荒野了，所以不能错过那个时间。咱们这个下期再见吧。明天呢，我们继续坐这个船过来，去探访那几户我们想去探访的人家。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个关注。柳叶低垂落花飞，满天花雨沾雾眉。细看落花谁人醉？偏偏相思付与谁？欲问落花何处归？飘飘洒洒雨风随，心随风动寄相思，偏偏相思付与谁？我在江南，君在北，一片痴情空余对。落花含清风含泪，偏偏相思付与谁？再谱一曲落花飞，花飞烟灭爱永随。微笑的人憔悴，偏偏相思待春回。柳叶低垂落花飞，满天花雨沾雾眉。细看落花谁人醉？偏偏相思付与谁？欲问落花何处归？飘飘洒洒雨风随，心随风动寄相思，偏偏相思付与谁？我在江南，君在北，一片痴情空余对。落花含清风含泪，偏偏相思付与谁？再谱一曲落花飞，花飞烟灭爱永随。
微笑的人憔悴，偏偏相思待春回。在云南、贵州、四川3省交界处，有一片山水相连、绿意盎然的区域。这片交界的地带被叫做鸡鸣3省，意指早晨一只雄鸡啼晓，3个省可同时闻听。赤水河、渭河、果哈河相会于此，分居于悬崖3侧。云贵川3省也正好以此为界。历史以来，此地都是地理死角，交通闭塞。在云南和四川峡谷顶端建设起来的这样一座鸡鸣3省大桥，建成之后的总长度是286.4米，桥梁宽度11.5米，跨度180米，桥面距离河面垂直高度160米，相当于53层楼的高度。我们往远处看，距离这座大桥700-800米的崖壁下就是四川岸边的村庄，再往远处看几百米，河的对岸其实就是云南岸边的村庄。2个村庄之间只相隔几百米，鸡犬相闻，他们不仅是世代的邻居，有很多还是亲戚。可是以前要在这儿串门走亲戚却很难，首先要从四川这边悬崖上开凿的栈道走到悬崖角，顺着陡峭的峡谷下到河谷底，乘坐渡船到河的另一侧，然后再顺着几乎垂直的山体向上攀爬，才能到达云南一侧的村庄。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却要走上2-3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还充满危险。而伴随着这座历时3年半时间建成的大桥通车，村民走到对岸仅需5分钟。要在这样的深山峡谷建设这样一座鸡鸣3省大桥很不容易，而这一刻，当地村民已等了40年。你可能不知道，在这片偏远山村的悬崖峭壁之上，隐藏着一项鲜为人知的超级工程，那就是大发天曲。这条沟渠全长9400米，像一条巨龙一样挂在悬崖峭壁之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大家好，现在呢，我就在大发天曲的这条沟上啊。相信熟悉我的朋友呢都知道，大发天曲我拍了好几次了，但是这一次呢，要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先带你们去看一看大发曲的源头，然后呢，再顺着这条沟渠继续往前走，要翻过3座悬崖，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当年修这条沟渠的不易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这边呢就是大发天曲的一个源头。那这里呢也比较简单哈，就做了一个拦堤坝，然后呢把这边这个罗丝水沟沟的这个水呢拦截到这个沟渠里面，然后呢源源不断的流向草王坝村。这条沟渠的修建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上个世纪60年代啊，草王坝村的村民啊缺水少粮。当时时任草王坝村村支书的黄大发呢，就带领着当地的村民开始修建这条沟渠，但一修呢就是36年呀，所以说真的是愚公移山呀。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地形，前边就是沟里面的引水源头，然后水沟一直来到这里之后呢，
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一直向前，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没有？平着过去，要到最远的那个悬崖峭壁，然后再翻过去才是草王坝村。所以它的全长呢是9400米啊，是非常震撼、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大工程，历时36年。你们想一下，你做什么事情能够坚持36年？我们现在就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对不对？去感受一下他们当年修沟渠的那种艰辛、那种辛酸、那种不遗余力、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可以从这个视角看一下，大发曲引水源头在这个沟里面。那么顺着这边过来，这里呢是有一个村庄啊。刚刚这一段呢我是没有跟沟走的，我把车开到下面停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呢从这边上来，走这个悬崖上攀爬上来的。也就是大发曲的这个沟呢还在我的头顶上啊。我现在走的这条道呢也是很久以前的古道，包括新建这个大发曲的时候呢，这一条也是主要的一个运送材料的一个通道。看一下我的这个下边，对吧？也是悬崖峭壁。这条小道呢也是建在了这个悬崖的中间，只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树木，所以我们感觉不到有多陡峭，实际上下边是很陡峭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条沟渠过来之后经过的第一座悬崖峭壁。那么像这些地方的话，基本上人是要扛着才过得去的，要不然你都不好过。那么下边的话也是就是很高的这种悬崖峭壁。这条沟渠的全线贯通之后啊，不只是起到引水的作用，还大大的缩短了两个村之间的村民的来往。我们看到这个地形啊，前面就是两座悬崖峭壁，下方呢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那么对面草王坝村和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村庄，两村之间的村民要来往呢，要么就是翻山越岭走上面，要么就是走下面很深的峡谷。那现在这个水渠通了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水渠平缓的走过去，大大的缩短了他们来往的一个时间。以前可能要2-3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呢只需要几十分钟呢就可以进行来往，所以说非常的方便。我们因为在山里嘛，两个村之间有很多都是亲戚关系，所以在以前的时候来往走亲戚，因为被这个大山悬崖所阻隔，所以非常的不方便。但是现在呢就方便的非常多了哈。这里过去呢，前面就是最高的一座峭壁悬崖。这个地形大家看一下，还挺好看的，是吧？顺着这个沟渠过来，一路都是风光无限。这个地方像一个2扇门一样，一边一个悬崖，对吧？把这里锁在里面，这种感觉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了最高的悬崖这里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沟渠的边上这个路面呀，还是比较宽的，因为是水泥加固了。但是在以前的话，没有水泥加固的时候，这个边上啊，它都是泥巴。那么村民之间来往呢，它都是走这个上面，甚至更多时候是负重前行。可以说我们身在城市或者说北方平原地区的人们呢，走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呢，都是胆战心惊啊，更不要说负重前行了，对吧？但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呢，就特别平常了。因为我小时候呢，也走过这条沟渠啊，就是他们还没有修建完成之前我都走过的。那么看起来是特别的险峻，而且那个时候也是背着东西走，对吧？那它这个栏杆到这里呢就没有了，这个悬崖峭壁上是没有栏杆的，所以说恐高的人是不宜在上面行走。那么我们其实也是经常看到有村民呢，他们会背着煤啊，背着这个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在这个上面行走。那这个就是生活在大山里面的人的区别。你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我们也是砍柴什么的，也经常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啊。所以对山里的人来说，这个东西是特别正常，也是已经习惯了的。那我们走到这里来的话，基本上会看到非常险峻的一个场面。
这个下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峭壁，下方还有一条公路，对吧？这里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我们这个公路是6.5米宽的公路，你看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看下去就一点点，所以说整个这个还是非常险峻的。我现在这里每走一步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往前推进一步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这个槽是怎么开的呢？它其实是用钢钎二水铁锹一点一点的往前凿，然后呢用到一小部分的一个炸药啊，比如一点一点的往外面呢把这些石头呢震出去，然后上面肯定有一些震松掉的，怎么办呢？可能就要从崖壁的顶端啊吊绳索下来，然后慢慢的把这些松动的石头呢给它清理掉，反正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啊。你们不要看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打这样的沟渠啊，但是安全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这条沟渠花了36年的时间修建完成之后，其实是零安全事故的，所以说非常牛，非常牛啊！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你们是不是看到都有点腿发抖啊？这个地方呢是雾川和凤冈的交界处，看到没有？这个石头就在这里，咱们来看一看。走到这个石头跟前，发现这个石头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目测呢应该是有25000多斤重吧。那么它这个下面是非常的细小，整个上面呢是比较大，这个两边呢都是凸出来很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能够掌握这个平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啊，非常非常的大。刚刚我说的是2万多斤啊，我可能感觉会不止。诶，这个视角比较奇特哈，我给大家好好的摆一个角度，你看看，这样子来拍摄的话，我们这个左边这里是不是像一个人的人脸？这里是一个鹰钩鼻，对吧？好像这个头部呢是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右边这里，好像凸出来的一个猴子的一个脸的形状。你们觉得像不像啊？我感觉反正走到这个角度啊，我就看着这个视角非常的像。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底角的这个位置啊。石头这一块虽然是平坦的，但是它和上边这个巨大的石头，它的接触面、接触点其实只有一点点的，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可以摇晃的一个原因。那么你看看这里啊，缝隙都已经比较大了，还有这边这里啊，看看这个缝隙，实际上呢都已经延伸过去，直接破开了。那么相当于这个左侧这一块这个石头有点险峻啊，有点险峻，有可能随时都有掉下来的这种可能，所以说还是尽量的少在这个底下去玩耍哈。那么从这个位置来看啊，你看这下边都是有缝隙的，它相当于只有这一个位置呢，它是一个着力点。这个石头呢，他们当地的人啊，把它称为这个风动石。什么意思呢？就是风稍微刮的大一点的话，那么这个石头呢都会闻风而动。现在呢，这个石头是没有动的，大家来看看，我来推一下，它会不会动啊？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整幅？是不是动得非常的厉害？当然，这个来推这个石头呢，它是有一个巧劲的，就是你一开始可能要力量重一点，然后来推一下。我真的担心我把它推倒过去啊！但是大家看了这个结构之后呢，你没有一定的力量呢，可能还是推不倒。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间那个位置啊，它是垫呢中间一条线垫在这个石头上的，那么两边呢这个石头都是平的，你把它推过去之后，它有一边正好卡住的时候呢，它就要回弹了，大概5公分的这么一个整幅吧，一到了这个整幅呢，就是最大整幅，它就这样自己晃起来了啊，还是非常的神奇啊。
如果说有个10个8个人来推一下，我感觉是有可能把它推倒的不过建议大家不要尝试啊。如果说这个地方垫一个石头垫着，你再去推的话，可能就推不动。你看这些地方都是透光的，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啊，它都是透光可以透得过去的，这边也是透过去的，所以它其实只有中间这一点呢，它是垫在这个石头上的。所以这种大自然呢还是比较奇特的。而这个石头呢，真的是看去摇摇欲坠啊。我们看看，尤其是这一边，因为这个下边呢都已经裂了一道缝，看到没有？这一块啊，从这个位置这一块啊，感觉真的是稍微用一点大的力的话，都很有可能掉下来。一旦这一块掉下来的话，这个石头整个石头就会失去平衡，有可能呢就往后边倒过去了，这个咱也说不清楚。反正尽量的保护吧，尽量的不要让它倒下来。在贵州习水县的深山里，发现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沙树王，据说已经有1000多年了。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一棵沙树的旁边啊。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是习水县的太平村，离习水县城呢仅仅10公里哈。所以说大家想来看这棵古树呢，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们看到这里写有中国沙王的牌子，这个上面呢有记载了一些他们过去的故事，包括当地的老百姓呢，他会把这棵沙树呢奉为神树，据说是南宋时期就种在这里的。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大环境啊，整个周围都是群山围住。那这个地方呢，有一棵巨大的这个沙树，这棵沙树的树高呢有44.8米，它的胸径呢达到了2.23米。2.23米是什么概念？我的个子是1.8米，也就是它横向这个沙树的直径呢都有2.23米，比我一个人还要长，对不对？所以这棵树非常的厉害啊！距今为止呢，已经有1200多年的一个历史。1000多年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你像这样的古树要存活1000多年，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看到它虽然是枝繁叶茂啊，但是呢，也些许的看到很多的一些沧桑。很多朋友觉得呀，就是沙树长1000多年可能不是那么珍贵，但是大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沙树呢，主要是我们农村建房啊、做家具的一种主要材料，所以说它长得不怎么大的时候就已经被砍来作为这个柱头啊、做家具啊、装房子啊等等。所以说你现在想要找到这种1000年的这种沙树呢，其实还挺难得的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这儿来看看这棵1000年沙树王哈。这个我们人活100岁已经是很稀奇了，当然这棵沙树呢已经有1000多年了，对吧？值得一看，也来这里沾沾灵气。在遵义市汇川区任江村的一处崖壁上，我们看到了一排排列有序的山洞，大大小小23个洞口并列成一排，看去非常的壮观和震撼。据了解，这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军械库。1938年，广西第42兵工厂迁至遵义，为了躲避敌人的侦察，不得已才将机械库修建在这崖壁之中。当时在这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上千人同时作业，整个工程从开始到结束几乎都是纯手工打造，规模之庞大，几乎将整座山体掏空，半年时间就修建完成，令人叹为观止。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崖壁下这一排洞口的地方，走，大家跟我一起进去看一看。它这边这儿呢是有一道门的哈，有一道门进去呢就可以到里面的通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这个牌子啊，牌子洞抗战军械库旧址。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洞里面呢，它这个全部是人工开凿的哈，在这个石头边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钢钎呀、战纸打过的这些印记啊，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上千人在这里面作业的这种热闹的场景啊。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个下水道吧，它这个是做的下水道，然后这个隧洞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差不多就是2米多一点的宽度，这个高度呢，大概可能有个3米多吧。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来到了第1间的这个储藏间，这个就比较大哈，它像一个桥洞的这个圆弧形的这种感觉。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一个房间一样，但是这里其实是整个岩石山体啊，一点一点的抠出来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石壁上的话，都留下了很多钢钎呐、这个战纸的这么一些印记啊。我呢其实参与过这种爆破山体的这种实践的，所以说我大概知道它这里面是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打造出来的。当然就是最原始的工具，像钢钎啊、2锤啊、铁锹啊这些东西，但是也会用到一小部分的一些火药。比如说我们要开凿这么一个隧洞，对吧？那可能边上呢要用手工砸掉一块下来，那我们再从另一边呢打孔啊，然后呢计算出这个需要的火药的量，然后呢再往里面把这一块呢给它震下来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循序渐进来挖这个隧道这么一个过程啊。这边这个房间呢就建得比较特殊一点啊，它是一格一格隔开的，也不知道以前它是做什么的，还是后来又怎么改进的也不知道哈。哎，对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地方我上去指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这上面没有？这个上面就有一些孔洞啊，东一个西一个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孔洞。那这个孔洞是干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往里面砸一个洞啊，用那个钢钎去敲一个洞之后呢，把这个火药干嘛呢？就放在那个洞里面，然后去一块一块的震下来。这也验证了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观点。然后这边到这个洞口来啊，我们往外面看一下。啊，这个外面看起来这个环境啊，风景是真好啊。以当时的基建能力开凿这么大的工程啊，真是了不起。这里的每一个刀痕，每一个痕迹呢，都能体现了咱们中国人的智慧。行走在这个步道上啊，每一步都感觉到这个工程的伟大。这个过道啊，它总的有150米长。那么它这个建设方式呢，也比较奇特。内侧是过道，外侧呢是房间。总的呢有23个洞口，分别被隔成了19个储藏间。那为什么这个外侧会建这个房间，内侧是过道呢？为什么不反过来呢？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哈，因为当时这里面呢是堆放的这个兵器啊，包括枪支啊、弹药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兵器，它的操作呢是要非常精细化的。那我觉得呢是洞口，我觉得这个储藏间在外面呢，很有可能是光线的一个原因啊。这个过道还是挺长的哦，我走了好一会儿还没走到，这里才走到什么第10间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才走9间，它这个编号呢是往那边是大号，这边是小号，啊，我们现在相当于才走一半啊，所以说还是特别长的。它的每一间呢，差不多也都是这个造型吧，因为这个造型应该就是最原始的造型。这里是原料仓库啊，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是什么仓库？药品仓库是吧？它这个每一间的作用都不一样的，像这里的话是成品仓库，它可能就是堆放那个枪支弹药的一个地方哈。我们现在呢就从另外一侧呢这里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呢，它这个外边呢还有一个通道，那么这边这些呢就是洞口了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的23个洞穴呢，它是这个房间呢是在这个崖壁的脚下，然后呢在里面硬生生的开凿出来的19个房间。所以说这个工程确实是非常的震撼啊！抗日战争之后啊，在1966年的时候，沈阳的飞机场搬到遵义，然后第5709的生产车间呢就被放在了牌子洞。当时在这里是生产和维修航空雷达探测器的。牌子洞因战争而建，因和平而显。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默默无闻中又透露着强烈的责任感，最后止步于和平年代，同时呢，也完成了他的使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这段艰难的历史，记得在中国大地上有千万个牌子洞，记得祖辈挥洒过的热血、泪水和汗水。最后，希望不再有战争，希望世界和平。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开阳县的大山里，我们的无人机发现了一处特别奇葩的养殖场，远处看去就像是挂在了悬崖峭壁之上，令人叹为观止。这里真的非常漂亮，在悬崖峭壁的中间冒出来一股洞泉，建养殖场正好将这一股泉水分散开来，形成了下面这样的扇形瀑布，看去啊真是美不胜收。我们注意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建在峭壁上，所以公路无法到达。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河边有一只小船？这只小船就是这个养殖场进出的交通工具。顺着小船的地方向上走石梯就能到达养殖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特别奇葩的养殖场，里面养殖的都是中华熊，而搭着棚的地方下面养殖的应该是娃娃鱼。这个场地啊真是绝了，简直就是人间仙境般的地方。我比较好奇啊，这个老板是怎么找到这样的地方的？太奇幻了。据说这儿养殖的娃娃鱼和中华熊是出口到国外，人家完全不愁销路的。而且这儿真的非常隐蔽，不走水路，无论你在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这里。我们也是用无人机无意间发现的，然后步行到这个山顶呢，才能看到这么震撼的场景。再来详细看一下这个地方，整个养殖场的位置上方是悬崖峭壁，养殖场下方的这个地块，从周围的地形来看，应该是一个土块。如果没有人在这里建养殖场加固这个场地，或许这个土块已经不存在了，咱们也就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为什么呢？大家仔细想一想啊，如果不对这股水流进行分散处理，沟壑会被冲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快，泥土就会被大量带走。特别是在涨洪水的季节，水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呀，人与自然它是一个共生循环的关系，对吧？站在中立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人为在这里加固地块，或许看不到这么美妙的场景。正因为有了人的参与，才让这个地方呢更加漂亮，更加的生机勃勃。大家说是不是？即使是这样呢，这里的泥土
依然在慢慢的消失。